魏婴诧异地看着转身离去的江澄，暗自松了口气。自己现在也还不知道如何面对江澄。魏婴转身走向蓝忘机，启唇意欲说些什么时，只听得后方传来重重的倒地声。江宗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场的一休有没有？有。一时间场内的一休被推到了江婉银身边。姑苏蓝氏的一休对江婉银进行医治，江宗主脉搏微弱，脸色青紫，指甲发黑，是中毒。随后一休对着江婉银输入灵力，灵力犹如滴水入沙漠，毫无反应，不由大惊失色道：这是什么毒？连灵力都没了。其他一休闻言也进行诊断，真的没什么了灵力，一时无语凝噎。小星辰看着一休们束手无策，跃跃欲试。不管怎么说，师父还是也教导了一些药理。小星辰挤入一休中说道：我试试。小星辰手心出现一道浅蓝色的灵力，缓缓覆盖在江婉银身躯上。当灵力到丹府处，一道金色的灵力溢了出来，缠绕到了小星辰的灵力上。哎，这好像不是江宗主自身的灵力。小星辰留了个心眼，并没有直接提出。众人看着疑惑不解的小星辰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莫名有个人出事倒在自己面前，是不是还有未知的事？小星辰收回自己的灵力，那一道金色的灵力朝着魏婴飞去，但是很快就消散在了空中，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。小星辰不紧不慢地说道：江宗主灵力亏损严重，以至于让毒侵入五脏六腑。这毒怕是下了有些日子，今日灵力耗损较多，毒性也就一下子上来了。等他恢复过来，毒性自然能再压下去。联系到与鬼修暗自勾结的江父，众人很快就自以为找到了下毒的幕后黑手，将人先行安置妥当，便各自离去。云梦江氏的弟子负责照看江婉银。小星辰没有说的是，这毒看似无害，实则十分磨练意志。因为每次灵力亏损的时候，就是毒性发作之时。若是找不到解药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全靠灵气压着，倒也可以促进修炼。但小星辰不知道的是，毒性发作才是致使灵力亏损的根本原因。原来是虚惊一场。魏婴收回那边的注意力，后知后觉地拍了拍胸膛，遂揽着温宁的肩膀：温宁走，带你去见个人。魏婴转身对着蓝忘机喊道：蓝湛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祁阳见这散了场，对着魏婴打招呼道：魏婴，我先回钱庄了，你那朋友我一起带走了，你到时候来钱庄寻他。好，周大哥，那我和蓝湛他们出去一趟，回来找你。一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，虽然还无法知晓未来将面对什么，至少目前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阿姐温宁木讷地看着面前的魂体喊道，心脏虽然已经不再跳动，但总觉得心脏噗噗地跳很快。温宁没想过还能见到阿姐，因为蓝公子说已经距离他们来金陵台过了好久了，阿婆四叔他们也已经走了。阿宁温情露出温暖的笑脸，张开双臂虚虚地抱着自家弟弟，他也没有想过还能再见到阿宁，也利用魂体的优势，成功地将温宁拥入怀中，一如小时候一般摸着温宁的头发。回忆魏婴周身的怨气愈发浓郁，渐渐地引来了金陵台内还未及时处理的怨灵厉鬼。屋内鬼影晃动，在金烟等人周边兴奋地飘荡，仿佛守候在随时可以进食的食物一般。其中一只试图飘到周云身边，被魏婴身袖拦住，只能悻悻转向地上惊慌失措的几人。可魏婴没有下命令，谁也不敢轻易动手。有两个许是生前有仇，死后还是识得对方，竟不顾魏婴的怨气压力，当初互相厮打了起来。厉鬼周身的怨气被打散了些，披散的头发也被打到了一边，露出了生前的模样。温情，魏婴震惊地出声道，忙用怨气武力镇压了另一方。温情此时并无神智，见另一方已经被镇压，只是双眼浑浊地看着魏婴，等待着魏婴下达指令。魏婴连忙拽过飘着老远的温情，将温情身上的怨气转移到自己身上，同时利用符咒进行唤醒。这个动作很快，快到周云不过一个呼吸间，女鬼就冲着他们发出尖叫，把周云吓了一跳。啊呀呀！啊！你们两个谁呀？温情清醒过来，下意识大声质问道：金光善那个老贼呢？居然敢骗我，我变厉鬼了，更不能放过他，我要向他索命！魏婴连忙制止要往外飘的温情，晴姐，晴姐，
是我。熟悉的声音，陌生的脸庞。温情狐疑地打量了一下对方，试探道：魏无羡。思思，他是魏无羡，他是夷陵老祖。被扔在地上的修士破声道。其他人也被他的情绪所感染，陷入了恐慌之中，是对夷陵老祖4个字的恐惧。魏婴丝毫不给那些人一点反应，对着温情狂点头，请解释我呀。温情凑近看了看魏婴，脸颊还有点卡粉，然后撇了撇嘴，你怎么易容成那么丑的样子？果然还是审美偏差。被点名审美偏差的周云一脸不可置信，想撸起袖子与他理论，被魏婴劝了下来。魏婴很坚决地维护了自己以及周云的审美，请姐，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看，多帅啊！